印度陆军正在从俄乌冲突中吸取教训，想想解放军，他们是越看越害怕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，对任何一个军事大国来说都是活生生的教材，而对于大量装备了俄式武器的印度军队来说，可能是越看越害怕。近日，印度陆军参谋长马诺杰·潘德将军在新德里举行的防务会上声称，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提供了宝贵的指导，强调了硬实力、战争持续时间、精确火力、信息作战和灰色地带。从他的发言中可以总结出这么几点：第一，信息作战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维度，通过众多工具和不同领域在多个层面的展开。他这里说的是俄乌冲突中商用无人机的大量使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战场正在变得更加透明。第二，马诺杰认为土地仍然是战争的决定性领域，胜利的概念仍然以土地为中心。第三，需要重新评估关于战争持续时间的假设。短期快速战争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有缺陷的假设。印度需要为全频谱冲突做好准备，而且要打持久战。第四，远程精确火力已经证明距离并不能保证安全。第五，信息作战呈现出一个全新的维度，通过众多工具和不同领域在多个层面展开。第六，夺取制空权不再是有人驾驶飞机的专属，无人机、巡飞弹、先进的便携式导弹的扩散，使得有力的空中优势极难实现。从表面上看，马诺杰对俄乌冲突的总结似乎非常全面，也很有道理。但是如果把这套理论放到对付解放军的问题上，那恐怕就是一场噩梦了。首先，战场的单向透明只会存在于中国一方，无论是天基卫星侦察网络，还是空中侦察机，再到小型的商用无人机，中国军队都是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。印度军队就算有美国的帮助，在态势感知能力上也很难超过解放军。以中国这样的对手打仗，无法隐蔽自己，很可能就会被精确打击火力快速带走。其次，坚持土地是战争决定性的领域。乌克兰战场之所以是土地争夺战，打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无非是双方缺少精确打击火力，甚至缺少足够的常规火力。但是面对一个火力强大的对手，坚守阵地而不是攻击有生力量，最终还是会人地兼施。印度军队如果像乌克兰军队一样在战壕里抵抗解放军，那么面对解放军的数字化火炮和察打一体无人机，这一送人头又有何差别呢？第三，长期战争与短期战争在面对解放军时可能都是短期的，低估了首战就是决战的特点，可能就会吃大亏。乌克兰战场之所以长期化，主要还是俄军的信息化水平低，精确制导火力不足。如果遇到强大的对手，印军的主要作战节点很可能就会被快速消灭，战争很可能在前几波攻击后就决出胜负。最后，对俄罗斯军队来说，很难在乌克兰战场上夺取真正的制空权，但这一点对解放军来说可不是。乌克兰战场上以地制空比较成功，那是因为俄罗斯军队缺少防区外精确打击弹药，而一旦对上解放军，我们这边的精确打击武器可是量大管够的。解放军从察打一体无人机到先进战斗机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，完全可以利用制空权的优势，直接影响到地面作战的结果。总体而言，印度想利用总结乌克兰战场上的经验教训，对付巴基斯坦或许还比较合适，但是用于对付解放军可能就会吃大亏。印度人感到更难受的就是自己的主战武器装备、信息化水平都与俄罗斯军队相似，而与解放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。而这样的局面，印军在短期内根本就不可能改变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